是我们的每周一新时间，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熊猫堂，欢迎。Hello， 主持人好，我们是熊猫堂 Produce Pandas。Hello， 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卡斯。Hello， 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17君。Hello， 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陈鼎鼎。Hello， 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崔云峰。Hello， 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齐哈。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觉，哎，这么说不知道是不是会冒犯，但是我就会想说，是一般就是比如说男团也好，女团也好，包括很多演艺，他们都是要控制体重的。但你们是不是就不用去有这种担忧，或者说有这种顾虑？我们也控制，也得控制吗？对，也得控制在一个标准之上。就是我的意思是，对，是不是不能瘦，所以可以放肆的吃？对，没错，我们很开心的，跟其他的艺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放开的吃，宵夜什么都可吃得很好。也不完全是吧，但是像像他呀，他们就是虽然吃，但是也会请上健身房，就是保持体重的同时也要保持健康。对，其实刚才我这么说啊，并不是说大家的体型怎么了，而是说其实是就大家的脑海当中的艺人们都是要控制到一个很就是叫什么，就是比如说我面对面看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瘦，就是其实看上去我觉得大家非常的健康，而且就是会有肌肉的那种，是不是？所以其实刚才说到了每一次，比如说排练啊或者演出之后都会大吃一顿。然后呢，这算是一个聚会。在这个之前，大家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星球，然后呢，聚到了一起，成为了熊猫堂。那之前大家是怎么，就是在成为这个熊猫堂之前的各自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又怎么是聚到一起的？能不能分别来跟我们说说？一个一个的星球。我以前的星球特别独特，是绿色的星球，只有绿色，现在的世界只有绿色，现在依然是没有了。我以前的生活因为我以前是做那个驻唱的，所以我以前也是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上。我觉得跟现在比较差别比较大的是，以前像我之前在驻唱的时候，可能舞台只有一个台阶，或者是我在唱的时候别人都没在听，就是把我们当背景音乐这样子，就没有人在看你的那种。但是来到熊猫堂之后，发现我站上了大一点的舞台，然后唱歌的时候会有人看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我加入熊猫堂这个星系，我很荣幸，一个小星球挤入了一个星系。对，这个比较好。好，没了。17呢？我是一个石油的星球。石油星球啊，富有吗？因为我以前单位就是属于就是要石油工人嘛，然后要开采石油什么的一些相关的就是工作，然后就是每天就要什么挖油啊、采油啊各种技术行业的东西以外呢，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舞蹈嘛，所以会兼职去做舞蹈老师，然后去教小朋友。然后小到小班，大到初中，然后都有接触过。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因为我本身我是喜欢舞蹈，然后我也很喜欢小孩，所以我觉得去教小朋友跳舞是我觉得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就一直在坚持在做。然后现在还做吗？现在没有时间做了，现在没有时间做了。现在只能教谁的小朋友以后有小朋友可以来教。对，不过就是觉得在那个过程中嘛，我觉得还是特别的，就是怎么说？还是蛮难忘的。然后每一次跟小朋友就是说上课接触，我觉得就是自己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什么的。然后后来就来参加了熊猫堂。所以之前是个斜杠青年，然后现在呢就是和大家一起有了熊猫堂这个星系。对，是的。好，鼎鼎。我就是在地球，我是斜杠青年，就是没有来熊猫堂之前，我之前是开地铁的，然后也兼职做大马模特，然后也做活动公关，然后呢来到熊猫堂之后，我感觉把大家感染的都当了模特，我觉得也挺好的。之前可能在网上别人可能买我穿过的衣服，但现在更多的人听我们的歌，去看我们的舞蹈，我觉得只是把我之前的喜爱放大了，来到这里有更好的机会和平台。太酷了！我想问一下，开地铁，我有认真的去看过开地铁，因为我和制动，对，我就在就是车厢第一个看它是怎么开的，然后为什么每次它会有一个这个动作，
就是他会手指口对对播，对，就是为什么要指一下，然后我在现场他在干嘛？它是提醒自己，就是说灯亮开门，就是每一道工序之前都要确认它的安全。他自己在提醒自己。对对对，这是我们一直要训练的，就是手指口播，以及开了门之后，他又会做一个界限外没有人了之后，他才会进去关门。啊，好神奇，好专业啊！对这个非常的专业。这说完之后就证明真的是开地铁了。没有研究过这个。下次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当然如果有机会坐地铁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前面是怎么开的。我的话，对我是刚毕业以后来的北京，然后来北京，找了一份实习工作，是在一个互联网公司做客服的。啊，那个时候就是每天的接打电话，然后解决他们在这个网站上的一些问题，那个时候是这样。然后在这个工作之余呢，自己找了一个像青年旅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有一个小舞台，一个 live house 的那样的一个，然后就是每周会过去唱唱歌，因为自己喜欢唱歌，所以就是找了一个这样的兼职。然后后来有了一个机会呢，是在别人的推荐之下，然后就是正好我那时候想换工作，然后他们就说，哎，有一个公司在招这样的一个团，你要不要试一试？因为他们喜欢唱歌，就是可以就是加入。对，然后当时就是抱着一个面试的心态然后去了，然后后面就是来这边就一直在训练，然后后面就加入了。啊，所以之前是码农是吗？差不多吧，差不多。不是说恭喜你的亲戚，那是卡斯吧？没有，相信你的心应该是很圆的星球，因为跟你的脸一样圆。你们这边都那么互损的吗？卡斯接不住，好，那我缓解一下尴尬，那个哈哈来，哈哈就可以用哈哈来缓解一下尴尬。就是哈哈星球对，哈哈星球，对，互联网星球，就是我也是互联网，然后项目经理，就是管码农的，就是成天安排工作呀，聊聊天啊，沟通一下各个工种啊，就类似这种。明白了，一般项目经理就是最遭码农恨的那啊，个，是，是不是？是，设计师也很恨。熊猫堂到现在成团1年多了，现在自己跟那个时候刚刚，就是比如说刚刚其实峰峰就有说，就是看到台上的师哥在唱歌的时候，会想到那个是自己。那现在自己就站在舞台上，那会觉得跟那个时候的自己最大的区别或者说成长是什么呢？成长的话，我应该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从小舞台到大舞台的成长。其实舞台的变大和变高，你相应的对自己的要求，别人对你的要求可能也就越高，所以你肯定要经过一段训练，你才能 hold 得住大的舞台。所以我觉得比我刚来的时候，外形上当然就是也变了很多。谢谢顶顶这位时尚博主，就是我之前的时尚品味，时尚艺人，时尚风向标，他是我们熊猫堂时尚风向标，他很会搭配衣服。然后我来之前，可能我对时尚不是很敏感，所以我穿的会遭到他们的吐槽。你不敏感吗？我觉得要避开了，特别敏感。就是穿的，对，就是我穿的对颜色搭配什么就是不太懂，所以就穿的花里胡哨的那种的。然后顶顶就是帮了我很多，现在就很专一的只喜欢绿色。没有了，你看我们在采访之前，他就在刚刚10分钟前，他送了我一个绿色的围巾。你看他就在帮我搭配这些时尚的单品，就是我很感谢他，让我成长了这么多。你给说有送给你，我不是先借你看点。送有。好，你依然非常的表面啊。我也很有内涵，就是一个很肤浅的人。太肤浅了，就是还是穿从身材变到往外了一点，对，变成穿搭了。对，开玩笑。当然你不是说，其实从小舞台到一个更大的舞台，这其实也是一种转变。对，心态上肯定会有一些转变，因为说实话，我们5个人都向往大舞台，都想站在最高、最大、最亮的那个舞台上，所以其实我们心里也清楚的知道，如果站到舞台上，肯定是要经过一段辛苦的磨练，你不可能就说你2年前或者3年前的自己把你扔到那个大的舞台上，你肯定会失败，就是你肯定撑不住这个台子。所以当我们就是慢慢的往上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内心深处对于自己的肯定也在慢慢的增加。因为就是当你觉得哇，我们看完一场演出，我们
回去复盘的时候，看视频的时候，会挑出说，这个地方做的不对，这个地方对谁不行。那经过这些一次次错误的失败之后，我们会吸取教训，然后再往更大的舞台去出发，是不是很有内涵？我也觉得。那是不是一个脚印的在往大舞台去走？就是这种4个字：逐梦踏实。哇哦，是不是很有内涵？非常有内涵。什么逐梦什么踏实，踏实，就是你要一步一步的去追逐自己的梦想。然后谁在就问的踏实。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改变就是可能来之前我们从一个观众变成了一个主演，我觉得慢慢的就像卡斯说的，就是学习小舞台慢慢变成大舞台，然后可能的确之前我们只是把我们可能喜欢唱歌、喜欢跳舞，把我们的热爱现在变成了我们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我们最荣幸的一件事情，然后同时也能够给大家带来欢乐，我觉得。何老师怎么说？何乐而不为？何乐而不为？我居然要问到你怎么冒尖话？在这里现在也听得懂你要说什么。那我觉得可能也是，最大的区别可能是大家变得都更自信了。就是其实我们刚开始大家来的时候，很多就是可能有的没有学过唱歌，有的没有学过跳舞，有的不敢跳，有的不敢唱。但其实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大家每个人都在不停的在积累啊什么的。然后终于有一天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去更自信的把自己，之前所积累的东西，像能量一样的释放出来，发光发财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站在舞台上都是变得更有自信了。我以前也很有自信，盲目的自信。我觉得这个说法也很好呀。就现在也有一点。他是不是没有变过？这么说，我觉得他很专业。就是有的那种自信可能是没有根儿的自信，但是有一些可能慢慢的会发现啊，比如说有一些不足，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摇摆，但是当去把这个补足的时候，可能就又会更坚定一点点，因为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是，而且我们现在的自信为什么可以自信？因为我们知道，只是我们每个人倒下，我们后面还有4个兄弟在后面撑着的。还真的。这就是水平。那哈哈来说一个。你先说，你先说。为什么转给我？话太少了，你多说一点。跟我说啥呢？这是变化。刚才的问题啊！我以为老师要刻下一个题目了呢。还在这个问题当中。我觉得变化是生活不一样。对，就是你不要说生活越来越好，就是你看啊，你不来这儿之前，以前接触到的人啊，或者是你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都变得不同了。现在就是我需要做的工作，可能不仅是影响我自己，还有影响到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要更细心、更钻研、更好、更高质量。各方面的业务也更拓展，要学的东西很多。对，需要学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生活被你发现了这个生活上的变化，我觉得很重要啊。对，是。哈哈，我其实觉得也是心态上的变化，就是因为刚开始来的时候就会有一点自我怀疑，就是我们这个形象啊，就是进入到这个市场中到底成不成立？是吗？会怀疑吗？会有，真的会有，因为我怀疑，我很有信心。最开始的时候，有谁怀疑过？举手。只有我。我觉得是因为哈哈之前是项目经理，他可能会有考虑到市场，就是他的职业病就是风险评测是吧？对，风险评测，对吧？对，做一些未雨绸缪的举动。对，你作为一个产品经理，觉得这个产品你是产生怀疑了是吧？没有那么怀疑，就是有一点说会不会被大家接受，但是真正进入到市场以后，觉得这还挺幸运的，大家可以包容。包容？你怎么能用包容这个词？就是包容他跳舞不好这件事情。对，就最开始的一些心态嘛。现在就是很自信了，就是大家可以喜欢我们。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感觉也是很真实的，就是会有一些犹豫，在没有成团之前，我们这个团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能不能火？我们能不能被人喜欢？其实都是会打问号的。那当然也有一部分可能是一种带着这种问号的坚定，就是一方面啊，我确实不知道，但一方面又是对，其实我觉得这种信心不光是对自己的信心吧，也有对整个团队的信心。那我们来说说成绩吧。那其实，在出了第一张专辑，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把 Asia 它要分开那个字母写，就是 AISA 啊，对 ，A 对 ASIA 每一个字母为什么要把它这样就是分开呢？你知道吗？其实它连在一起的话是 A 是亚洲的意思嘛，因为我们是一个亚洲的出去的组合，然后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然后分开的话 ，A 的话有分享，还有还有亚洲，它每个还有音乐，对每个字母都有不不同的含义。其实我们第一张专辑希望就是通过音乐大家认识我们，我们也很愿意吸收各个国家不同的音乐，因为音乐本来就是没有国界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尝试更多不同的风格。对，而且我们这张专辑里边真的包含了很多不同国家地区的音乐元素进去，就是显得这张都是亚洲的那个，对，所以就觉得这张专辑的音乐性可能就会更丰富多彩一点。而且其实听得出来，一上来就叫 Asia， 这就是国际化定位啊，对吧？对，这是走向世界的，代表亚洲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那我们来说说刚才说的第一张专辑，那现在最近也发了新专，也就是2专了。对，那它又不一样了。这一张可能会比较走心吧，因为它叫 emo 了。它就是跟情绪有关的。对。那你想说啥来着？没有，我想听你的话。这张专辑就是讲我们的情绪的。所以其实你们觉得自己平时日常当中最多的一种情绪是什么？我的话是大笑。大笑。因为我蛮喜欢，我不是蛮喜欢笑，就他们都觉得我笑声很夸张，就是兴奋呗，就是那种情绪的。就是遇到我觉得好笑的，我会很放肆的就是抒发出来，因为我觉得快乐是会传染的。我大笑之后，他们肯定也会跟着笑，是不是？有点过于放肆。我觉得其实我要解释一下，就是他大笑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不笑的，然后看到他笑完之后很尴尬的时候，我们才笑。对，都会慢一拍，然后再笑。对。好吧，但也达到了感染的目的。对，确实是，他笑真的很有魔性。我的情绪应该是欢乐。笑不过你，我们都得延迟。我太好笑了，是欢快的，对，感觉那个情绪是比较欢快的。17的情绪是什么？通常的。喜欢笑，你在笑什么？你想说什么？可能是纠结，我怎么还没长大？长大，先把自己笑。应该是，应该是家人吧。家人，对，家人是一种情绪。不是，思念家人是一种情绪。对，因为其实就是就是在别的城市就是在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多少还是会有一些不放心远在他方的父母牵挂。对，然后有的时候其实会比如说工作啊什么的，可能会有一些烦恼啊，可能会有一些压力什么的。那我其实也不太会愿意去把这个情绪给他们，所以我就是希望能告诉他们说最近都挺好的呀，怎么，希望其实他们是可以放心，但其实这个东西是自己来消化的。但是呢，我又很想他们就是尽量的会去克制这个情绪。对，所以我刚说为什么喜欢听《长大》这首歌，对，所以我每一次听感受都不一样。感觉总结一下这个情绪就是挺怎么说呢？牵挂，有牵挂思念的感觉，也有一点压抑，是不是？报喜不报忧。那顶顶呢？我的话应该是兴奋后的感性。兴奋后的好复杂，这个情绪很复杂。说一下这是什么情绪？就是其实平常面对他们，我就是会很带动大家的气氛，然后就是平常练习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带动大家，让大家不要感受到累嘛。然后感性是什么？因为感性的话，我可能到了晚上结束之后，我会感性的回顾今天一天发生的事情，如果有哪些可能有些细节，他们情绪上面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我会想着如何能够帮大家解决，就是这方面的感情。我很喜欢观察每个人，然后就是听他们说他们的心事，然后能够帮他们解决的话，我觉得我会有小成就感。峰峰我老得被点名才说，对不对？我平时的情绪，我感觉多的是害羞，不是疑问，疑问，比如说我经常说
只有2个菜啊，这都不够我一个人吃的，是那种啊，还不下班？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为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是因为他年龄是我们5人当中最小的，而且就是一毕业就加入了熊猫堂，也没有什么多长时间的工作经验，所以他对一切很多东西都很好奇，所以他就会发出疑惑的感觉。还有很多东西自己也不知道啊，这样的呀。但是对他找到答案之后，啊，原来是这样子，就知道了也是啊，一个表达了所有，一个是找寻，一个是收到答案，对。对，一个就可以把这一天过了。真的，哎，我突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怪不得你在好多有里面要唱啊，所有的高音都是啊。那个唱完我1年就过去了。那感觉我跟玲玲有点相反，就是我算是比较理性的那种。你是感性后的理性是吗？对，就是做事情必须要讲一个逻辑的那个。就比如说我们扣舞蹈动作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为什么是这样。结果我不太会用直觉去做，我反而会用逻辑去做，就理性一点。那这个 emo 了，岂不是对你来说情绪的东西，那你是通过什么来去感知呢？该理性该感性的时候还是很感性。人家说是用那个公式啊，来公式 emo 啊。啊，对啊，这个时候，哎呀，这个歌词，是不是该哭了呀？没有那么夸张。那听上去是比较冷静，是不是？真冷静。就是比较冷静的去当一个旁观者，去看到这个世间的规律。因为学数学的嘛，对，他会再跳出来给最客观的意见。那刚才我们说了，大家各自的情绪在生活当中的训练当中的。那其实，在这首歌，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的歌也体现了不同的情绪。那比如说像《例外》，那不例外那首歌，其实我看 MV 也是有那种互相伤害和自我伤害和自虐的那个倾向。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歌呢？这个 MV 其实讲的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叫 NSSI， 非自杀性自残行为的这个群体。然后我们希望这个 MV 呢，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和关注到这个群体，然后适时的就是提供一些帮助，因为这样子才会让他们更好的从自我的情绪当中可能会释放出来。因为这些群体的人可能小时候呢经历过一些创伤，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不愉快，他的情绪藏在心里没有办法释放出来，所以他们就会选择一些不健康的那个方式去伤害到自己。那我们希望通过这首歌，让他们能把自己的情绪释放出来，同时也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有一群这样子的人，知道有一群这样子的人，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能提供适当的帮助。这也是我们希望这首歌能表达出来的。理解。你没有在要演绎这首歌之前去了解这个群体吗？我们有了解这个群体，然后因为这个我们是 MV 导演的创意，然后跟我们说，我们想把这个做个连接，然后想把这个 MV 拍的就是对一些人有一些帮助，所以我们也自己也去了解了这个群体到底是怎么产生，或者是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其实在我们 MV 的片头和片尾都有向大家告诉大家，这个遇到这样子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对，有没有人可以就是来说一说应该怎么做？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作为一个受害者来说，我建议就是更多去咨询专业人士帮助，就是心理医生。就其实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讲，我们有一些帮助，就比如说就问一下你怎么了呀，可能对他们来说，心理上他们也会觉得说自己也会不舒服。就是我们的关心有的时候反而会对他们造成伤害，会给他们压力。所以我觉得交给更专业的医生来做。就是说，如果你是正陷于这个情绪漩涡的这个群体的人的话，希望你能得到更多专业的帮助，去寻找一些专业的求助，比如心理医生。如果你是就是没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的话，如果你身边出现这样困扰的人，你不需要去主动的一直就可以问他你还好吗，这样子给他压力，你可以建议他去寻求帮助，是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把大家当成普通人来看，不要用一些特别的眼光去看。是，不是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一直想传递这首歌的，让大家知道有这类人群，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有心结的解开自己的心结，不要陷入在自己的情绪里面，因为可能有时候就迈出那一步就是光明。因为讲这个不意外这个名字，其实也是，就每个人都是在怎么说呢，并不是一个例外，也不需要得到侧目，才可以得到关注，但不需要得到侧目。那你想说啥？就是刚才接您的话，就是的确可能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不愉快，然后也可能在感情啊、工作中都有受到一些阻碍和伤害。我们每个人都不例外，我们都是一个平凡人，我们都有情绪，所以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能够让大家把自己的故事套进去，然后把所有的情绪就丢给这首歌，丢给我们熊猫糖，然后听完这个歌，希望大家的心情。还有一首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Super Mario， 应该对，那5个 U 就是代表我们5个人，对，5个 U，是5个 U，5个 U，小孩子数学不好，不好意思。他刚刚又弄出了疑惑的表情。用的呀？这首歌是我们的一个鬼马的主打，就是它很古灵精怪，歌词写的非常有意思，然后旋律也特别的洗脑。然后我们5个人在唱的时候，在录音室的时候就玩的也很开心，就像鼎鼎和17他们就在里边加了一些。我听到，其实这张专辑出来之后，我首先听的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我们其实就是用的时间最久，所以我想知道这首歌到底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当时有被他们俩的那个就是配唱的那个 dangerous， 我其实还有你的那个 sexy， 就是我觉得有惊艳到，就是我也不想提那个。我觉得他们俩就是把这个鬼马这个词很灵活的运用到了这个首歌当中。其实相对来说，这首歌其实它是一个什么态度？是我们5个人以一个玩闹的心态、一个情绪去面对生活中的一些阻碍，就像打怪升级一样，Mario 慢慢的成长，可能会收到一些不好听的声音，但是我们在一起就可以像过关斩将一样的一一去面对，乐观。其实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呀，还有这种记忆的成长，好像还有一个变化，我自己当时没想到，就是你们多了很多关注你们的人，也就是粉丝。饲养员，饲养员，对，你们的饲养员。那你们对你们的饲养员或者说粉丝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就最开始的时候，怎么说呢？就对于我们可能常人来说，很难想象有粉丝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和粉丝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你们每个人对自己的粉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他们会不会有什么一些特别的称呼啊什么之类的？能不能跟我们分别说说？我们的粉丝叫饲养员，然后我觉得我们跟粉丝之间更多的像是一个朋友的关系，就是我们有什么事情，比如我们发歌呀，或者参加什么节目啊，我们可能会拖到网上，然后他们会知道，然后他们其实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也会私信给我们。其实我最近就收到很多的私信，我觉得特别开心，就是很多人给我私信说，哇，我就是那个驾照考到了，我考研考上了，就这种的，我就觉得我看到就会觉得，哇，我们在共同的进步，共同的变得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更像是一个网上，虽然不太就是接触得到，但是互相知道彼此在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就不会去打扰，但是也是知道彼此在成长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关系，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我觉得像家人。因为觉得其实每次他们在看我们的时候，就是看着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成长，一步一步的变化。其实他们也是就是无时不刻的关怀着我们，而且我觉得我们是双向的，就是其实每一次我们也是在比如说演唱会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就比如说会跟他们多一些互动啊，然后就是也会 Q 一些话题能跟他们尽量能互动就互动，所以就是说感觉那个氛围还是非常好的，对，然后
就也是谢谢所有的就是饲养人们，就是一直陪伴，就是也是他们让我明白，就是我自己在追梦的同时，他们其实有的人也在跟你一起在追梦，就是他们会把他们的梦想集中在你的身上，就可能你在做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在现在做的事情是他们也想做的事情，所以他们也会说啊，就是你们往前冲，我们在后面就是做你们这个最强力的后盾。因为我知道，就是家人这个称呼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你刚才一直在说很想念家人，所以其实他们能够到达家人的地位，证明这个地位是很崇高的。对，是的，没有错，有这力量还是很强大的，一直在鼓励着我要做到更好。你呢？我觉得可能更大一点，可能是一个家庭吧。家庭里面有我们可能是主人，然后他们有我们的家人、兄弟朋友。因为其实我觉得感触更多的是我们的饲养人们，更多的在照顾我们。这个照顾可能是就像小时候妈妈会跟你说，这里不对，这里不对，纠正你的错误，是包容你，因为是他的亲人。我们就像他的亲人一样，就是他们可能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有意见，但是不妨碍他们一起去爱我们，然后也会把他们发生的事跟我们说，就像妈妈给孩子读新闻报纸一样，告诉你发生了哪些好事。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互相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用我们的作品、用我们的舞台去感染他们，能够帮他们解忧。这个东西就像一个大家庭里面有喜怒哀乐，的确，因为我们是还有着爷爷的话，我们是一体，一个大家庭嘛，所以我们很多东西是会一起去拼搏，一直对外的感觉。戳中了，说中了，我心里。哎，真的是，刚才听你说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家庭的话，他的有的人可能是两条鱼的啊，有的可能是妈妈角色的，有的是校园很多元。东风呢？我觉得像很熟悉的朋友，熟悉的，对，就是我觉得特别要好和熟悉的朋友，他会知道你的性格，能知道你的东西，包括可能我跟饲养员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我们会把我们的作品带给他们，然后他们呢也会把他们特别开心的事情告诉我们，或者他们能够给到我们的支持，包括我就感觉他们每次对于可能我们出品的东西啊，或者说我拍的一些东西，他们会告诉我，这样子拍会更好，或者这样子做会更棒，然后就是给建设性的意见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更进步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这是对于我来说像那种很熟悉的朋友，我有什么不会的可以问，然后一起进步。很熟悉的朋友，也不会担心被评价，对，只是希望自己好。哈哈呢？损友，损友，最佳损友是吧？对，因为我觉得我们饲养员们，哎呀，都挺有才华的，就很会做表情包。因为我每次发一些 vlog 啊，或者上一些节目的时候，然后他们看完之后就火速做出了一堆表情包。那你们现在今天有控制表情吗？有表情管理吗？就不管做什么表情，他们都可以做得出来，我觉得也是很厉害的。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就总能给你解出的很经典的。就比如说你做的没有表情，他都可以说端庄，就是他们天马行空的一些然后想法。配上一些文字，配了之后就有那味儿，很有想法。所以其实感觉也是会很细心的去观察你们，捕捉你们的每一个瞬间。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会有一个环节是留给粉丝的，就是留给饲养员们的。就是我们会每一个人啊，从里面选出一个问题回答就可以了。好啊，粉丝的问题，饲养员们的问题。好，那我来看一下这么多问题。我的问题是，有一个粉丝问他，我们5只就是平时空闲的时候在做什么，都会干什么？我的话呢，就是因为我有一个 pad， 所以我会在 pad 上看各种练字。练签名，练画画什么不是？我会去看一些音乐现场，就是 live 的那种现场，因为我会去看一下，就是舞台上的表演者，比如说歌手组合，他们都是怎么去完成一场演唱会的，或者是有哪一些，就比如说灯光啊，
大屏 VJ 啊，然后就是气氛，他们怎么去烘托气氛这些东西，我觉得可以学到很多，而且同时你也在放松，因为你在享受一个演唱会的视觉，然后同时你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转战幕后。对，是的，我以后就是那个我们熊猫海演唱会的总设计师。好，那我们继续把这个问题交到下一个，稍选了哪个？到我。对。我刚是想想，记忆力不好，我想想，好像是问我，是大概是说，我说我最近就是一直在努力在唱歌这件事情，问我以后可不可以多翻唱一些就是唱歌作品，因为我是团队里面舞担，就一般我可能会发舞蹈作品比较多一点，然后就是很少会营业一些唱歌的视频。那其实最近可能有一些就是活动啊，可能会出席，我要唱一些歌，然后他们看就觉得还不错，我觉得我有在唱歌这方面也有在做努力，然后就以后可以多一些唱歌的视频给大家分享。那你同意了是吗？我同意。我觉得就是其实唱歌这件事对我来说一直其实是就之前来说是一个心结，就是我一直之前都是很不敢唱的一个人，然后后来慢慢的我就是通过每一次的舞台啊也好，然后通过每一次的上课啊，然后包括我们自己的歌发作品，我觉得就每一次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就是成长，而且信心就逐渐的在不断的增高。那其实你说你对于你来说可能唱歌会有一点困难，而对于有些人来说跳舞困难的是请举手。我一开始也有点困难。所以你们是不是也花了很多？有没有向老师请教？有啊，像我有时候会找峰峰和其他，因为他们俩是 vocal，会请教 vocal 方面的知识，所以是互相学习。我觉得他们俩真的成长很多，像他刚进来训练室的视频我有看，真的是不会跳舞，但是他现在跳得很好。然后像峰峰，他以前也不会跳舞嘛，因为我们住一个宿舍，他有段时间早上7点钟去训练室去练舞，就是虽然把我吵醒这一点我不太那个，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很努力。你也该醒，就是就是他真的很努力，就7点钟的时候就下去练舞，我觉得这个毅力是真的是很棒的。所以大家都是在取长补短。对，是，互相帮助。好，那唱歌的这事儿答应了哈。答应了，以后会多营业唱歌的视频。开始立 flag 了。丁丁，我看有一个人说我们有个厨艺大屏幕，他就是武汉话，武汉话突然飙出来了，他就是武汉话。有4个人都笑，这是陆博，卡掉对不起，重新来，然后给你个机会，3、2、是吗？说一下丁丁，好3、2、1，来吧。因为等一下，刚才就在很认真的听，然后都怀疑自己的耳朵。等一下，他说峰的啊。好，收。当你了，接话哈。对，那给你来说说。我看到就是有一个朋友说。厨艺大比拼，好绕口啊！这个好难啊！要不要？哎，这样子，你说厨艺大赛，厨艺大赛，对，厨艺大赛，厨艺比赛都可以，厨艺比赛，避开那个字吧，就是厨艺 PK，好吧，好，避开那个词。好 ，PK， 好，收。我看到这里有一个朋友说我们有个厨艺 PK， 然后会不会有后续？我觉得我争取可能在接下来的话，我们找一个地方，可能我们会做一个这样的大型的 vlog， 然后每个人不管会不会做菜，我们都出一道菜，然后我们来做一个点评和一个比赛。丁丁的 vlog 都很大型，就全员出动，拉着我们一起，必须大家一起来。这个今天是点点拍的。然后你还在看问题，我还要回答一个问题。有一个朋友说我们明年会不会有新的舞台？我觉得一定会有的，然后请大家拭目以待。那我就回答这个就是最上面的一个问题，他就是说峰峰有没有自己写歌的打算呢？读你自己作词哦，就是这个问题想过，就是
就其实我也跟哈哈跟玲玲都说过，跟他们都说，我说我很害怕写字，害怕，对，因为我怕我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我自己不认可，因为我自己平时听歌多嘛，我要求对我要求高，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害怕踏出这一步。但是我最近有的时候会，就是说晚上在外面散步或什么，我就想一些旋律，但是可能觉得就是想实现这个事情还在需要一些技术上的，就是技能上的一些学习，比如说乐理一些堆积这些东西，需要知道这些才能写出一个比较成熟的作品出来。所以我觉得只是靠现在自己的哼出来的东西的话，不能构成一首歌。所以我想慢慢来这个事情。嘻哈恐高是不是坐飞机都不敢坐靠窗的位置？哎，正好相反。因为恐高所以要坐在旁。对，反而要坐在靠窗的位置。现在还好了，应该。因为要站上。现在好了，现在好了。他现在马上跳起来，蹦极。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害我。他要旁边一定要有个人陪他，要么是卡斯呀，要么可能是我，要么可能是其他一个团员，就一定要就是我跟你讲，真的坐他旁边就是坐飞机坐他旁边的人真的很吃亏。为什么？你下飞机你会觉得你的手臂上全是淤青，他会抓你，知道吗？就是一直抓，因为他紧张嘛，所以他需要抓着一个东西。然后就当时没感觉，然后下了飞机，哎，怎么清理？少惹我，你就是自己磕的。但其实我会觉得说，今天是一个很开心啊，就是由一个一个的星球变成了一个星系。然后其实虽然是你们5个人坐在这儿，但是背后还有整个一个熊猫堂的大家庭。那我们今天的最后呢，也是刚好回答了家庭成员的5个问题。那今天非常感谢熊猫堂的做客，谢谢。谢谢。